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那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，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，但是相信还有在持续关注以色列的大家，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，以色列又被也门的胡塞组织攻击啊，又有导弹。那网友时不时就会传影片连结给我说，这是真的吗？以色列是不是又有上万的人在逃离？然后耶路撒冷还好吗？是不是又被炸了？等等的。那所以我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在战争中的以色列，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因为看台湾媒体的标题都会觉得很恐怖，以色列人崩溃，耶路撒冷响起警报声，以色列民众惊恐涌向避难所。或者以色列才被伊朗炸毁7座大城，紧接又遭胡塞猛烈攻击。那这些惊悚的标题一下，再加上那种好像灾难片情节的画面放在新闻里面，就当然会让在台湾的大家觉得很紧张，然后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可能还继续住在一个战争中的以色列？为什么还不逃跑等等的？那这是因为媒体它报道的是只有那2-3分钟，防空警报声响了，大家去防空洞，然后天空中这个导弹被拦截的画面。那接下来以色列人他还是持续的在生活啊，像是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可能防空警报声响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吃饭，那我们从防空洞回来以后，我们饭还是要继续再吃啊。可是媒体他不会拍这个大家继续吃饭的画面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频道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的这个期间，我就不断的拍给大家看，在战争期间，超市照样有人，然后我们家的小孩照样要去看牙医，因为如果不去的话，下次排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得到他。然后我记得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绪冲突，就是伊朗以色列真的停火，然后那个天晚上8点。学校就说，因为政府说已经可以恢复上课，所以我们隔天小孩就送去学校了。那种情绪的对比是很大的，因为你才在战争当中，然后隔天，学校就恢复正常，然后好像没有战争。那所以从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，结束到现在1个多月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正常的过日子，在战争期间也是，现在也是。那当然要能够正常生活，是因为以色列人早就有预备。举例来说，每个家都有防空室，有3种嘛。一种是你住家里面就有，但是你的住家必须是在1992年之后盖的，那这样你家里的其中一个卧室大概就会是防空洞。那大部分人都是租房子，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要租那种自带防空洞的公寓的房子就会贵很多。然后第2种防空洞就是比较老的，就是在大家公寓下面共用的，跟其他邻居，所以只要防空警报响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去见邻居了。然后那种气氛就是很活络啦，因为大家就是可以聊一些有的没的，可能跟战争本身还无关。那第3种就是，如果你是在公共的区域的话，它就有公共的防空洞。We are in a bomb shelter. 像是耶路撒冷的火车站，它是在地下好像是50公尺的地方，地下7层8层楼的地方。那个整个火车站都是一个防空洞。现在耶路撒冷要盖另外2个火车站，一个是在市中心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第1火车站，这是100年前的火车站。那这2个火车站以后也都会是地下防空洞。那这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一个本能的反应了。像是大家出门在外，如果是有小孩的，就会看一下，哪里有尿布台。那在以色列就是大家会注意说，最近的防空洞会在哪里？那另一个呢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手机里面基本上会有一个 APP， 是来自以色列国土安全部的。它这个 APP 就可以提前10分钟，告诉你说，你要到靠近防空洞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它这边它可以知道说，从可能也门或者是伊朗还是哪里有射导弹过来。那以前你是要依靠就是耳朵听到外面的防空警铃响了，然后90秒之内要到防空洞。但是现在这个 APP 它给我们额外的10分钟的
提前的提示，然后这样子民众就可以不用那么慌张的就可以抵达到安全的避难所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！我现在收到一个那个简讯，就是要靠近那个防空洞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看，哦，响了响了，这个就是警报声。好了，关掉了，很吵。那据我所知是有2种啦，你下载任何一种都可以，一个叫做Homefront Command， 那另外一个就是 Red Alert。如果大家之后会来到以色列的话，也可以下载这2个 App 的其中一个到你的手机里面。那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，就是有提前这10分钟真的差很多，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洗澡洗到一半啊，洗头洗到一半啊，然后那个防空警报声突然响了，90秒，你真的是时间不够，而且如果你住4楼的话，你还要就是穿衣服然后下楼，这是绝对来不及的。可是10分钟的话就很足够，那种放心感就是蛮强的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那如果我不想去避难可以吗？如果我现在就是在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我不去避难会怎么样吗？那答案是不会怎么样，因为这个避难流程是政府他告诉你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去配合的。所以我也有看过，就是在耶路撒冷那边，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伊朗的攻击，只有也门的。对耶路撒冷的人来说，如果只是也门过来的导弹的话，他们就会笑说啊，这个就是叫我们起床上厕所，因为常常是半夜2点或3点。那有一次是晚上7点多，耶路撒冷在这边是有演唱会。这个演唱会我记得是因为某件事情也是跟安全有关，然后被取消，然后后来才重新开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，我也想要看说演唱会会不会因为这个防空警报声响起的关系，然后就终止。然后结果它的音量只是稍微小了一点点，然后马上又继续那个火力全开的大声唱歌。那这是耶路撒冷在伊朗以色列战争之前的样子。那在伊朗以色列战争之后呢，连特拉维夫你都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，人质广场里面的民众有一半他们是根本懒得去防空洞。现在应该就是真的会有防空警报，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去提醒我们。然后我猜他那个防空警就是那个飞弹还是什么导弹打完以后，他们还是会继续活动。真的去防空的人也是没有很多，都还是坐在这里。我们还是跟已经去的人走好了。绕大街的走。对，因为如果不是从伊朗来的，只是也门来的，大家都觉得还好，我们的国防力量足够强大，铁穹系统可以拦截。因为通常也门来的只有一颗的话就很容易拦截。如果是伊朗来的导弹，可能一次来个50颗、100颗，那这样子，因为铁穹系统的设计，它没有办法快速的运算，然后成功的拦截每一颗导弹。那个成功率就不会是100%，所以大家就会去避难。但因为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已经停火了，所以可能99%的可能性就是导弹是来自也门。我讲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也许你们来到以色列，然后你的 APP 响了，然后防空警报声也响了，然后可是周遭的人像没有听到一样。那也不要太奇怪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已经习惯了，然后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去推算它的安全性其实是蛮高的，那他就懒得去跑防空洞，懒得让他生活的节奏被打断。那政府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们来到以色列碰到这样的状况，其他人没有跑，你还是可以跑防空洞，因为那样才是正确的事情。那进到防空洞大概10分钟以后，手机的 App 会有再一个讯息告诉你，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，可以不用继续避难了。那铁穹系统、防空洞还有手机的 APP 其实都是以色列人的底气，在有飞弹要打过来的时候能够危而不慌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很快的入境随俗，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战争的韧性和底气。那有一次我就在防空洞问我的邻居说，你跑下来是因为你是想要来看邻居吗？他说没有，我没有要那个 take any chance， 我没有要冒任何的风险。
那以色列人确实是这样，他们不是说没有战争，也不是说没有害怕。你不能够否认以色列它是会有很多的小孩子，对小孩子来说，跑防空洞其实是蛮有压力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他们就是在整个社会里面尽量的去预备好躲飞弹这一件事情。那包含我们家2岁的小孩舅舅也是，他们的学校之前就有发一个手册，要我们先跟小朋友预习说，隔天学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去走一次那个防空警报的演习。因为他们的防空洞也是独立公共的那一种，要离开学校，然后过一条马路，小小的马路，然后才能够到公众的那个防空洞。那以色列的学校都是有这样子的演习。然后后来以色列跟伊朗打仗的那段时间，防空警报的那个 app 实在是响太多次，所以每一次那个声音一响起来，到现在就只要听到那个声音，就会很快的就说 go， 然后就会到门口去穿鞋子，然后拿外套准备下楼。那对2岁的小朋友来讲，跑防空洞的压力其实不是很大，因为他不是真的了解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对以色列的小孩，可能7、8岁，他们就真的知道说，我们有一个敌人，不止一个敌人，我们有很多的敌人，然后他们都希望就是把我们歼灭掉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们要跑去防空洞。那对那些家长来讲，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去预备他们的孩子，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整一个跑防空洞的流程上。那因为以色列跟伊朗碰到的战争，然后我相信对台湾人来讲就特别的有感触吧。我们都会担心说，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发生了怎么办？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连防空洞在哪里有没有都不知道，那到底怎么办？那所以呢，我最近就是知道了有一门课程，就叫做危机应变实战，它是由知识卫星还有黑熊学院共同推出的一个线上课程，目前还在预购的阶段。那这个课程主要就是在教大家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危机发生，那你要怎么样去应变，像是火灾啊、诈骗啊、被别人跟踪啊，或者是物资短缺啊，或者是像碰到战争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子去准备粮食，还有你的避难包，怎么样子跟你的家人约见面。有很多事情是如果先去思考，然后先去跟家人有一些沟通和约定的话，可以避免到未来真的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看了他课程的内容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当战争发生的时候，它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问题，它会是一个复杂性的一个灾难，可能结合了像是停电啊、食物短缺啊，或者是你的资讯量爆炸啊，或者是治安问题啊，还有社会动荡啊。所以这个课程它是一个逻辑，你可以拆开来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如果单一事件发生的话怎么办？但是它综合起来的话，就是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样去应变的一个方法。因为预备就是要在战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先预备好，这样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才能够在冷静和理智中来处理所有的危机，然后才能够在危机中生活下去。那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的在乎身边的家人，所以这堂课其实算是一个投资。当你自己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帮助得到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。好啦，那大家就参考看看啦。课程的资讯就在资讯栏哦。那如果现在预购的话，价格是低于5折，然后输入 MEGA 350还会便宜350块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